作為樂高史上行駛速度最快的超跑之一，這輛42214蘭博基尼新大牛在遙控下地可玩性方面確實可以說是徹底拉滿。但也有玩家說，這是一款官價高達1549塊錢的殼子車，入手需謹慎。那麼通過本期視頻，我們就來詳細的看一下這款套裝的具體表現。先看包裝，彩盒非常少見的使用了飛機盒，右下角可以看到 Control Plus 的標誌。背面除了側後方視角圖以外，還可以看到遊戲畫面、車長尺寸以及遙控功能玩法的圖示介紹。打開彩盒，1135片零件一共是分成了9個零件分包，8個大步骤。Control Plus 动力組件採用了和之前42176保時捷 GT4 相同的一體化主控，集成了無級轉向，以及兩側共4路的可以無級調速的動力輸出。另外還有前4後2共6路燈光輸出。包括同樣也是在42176上出現的導光管，在這款套装中也是再次出現。拼搭手冊裝在紙質信封袋子裡面，厚度適中。手冊並沒有做開篇彩圖，只是在末尾做了2頁積木成品和原型車的對比。總部數是395部，部均2.9片零件。除了手冊以外，套装中還附贈了一張遊戲兌換卡。另外貼紙呢也是有像這樣的2張，其中1張是透明貼紙。唯一的一枚新零件是這枚編號為7574的 Y 字形車燈零件，並且這還是一枚熒光零件。好了，那麼我們這裡對動力組件做一下測試。接下來就來看一下內部設計。動力結構方面，兩側後輪採用直驅的方式控制，充分確保動力傳輸效率。而轉向動力從主控前面出來以後，通過前面的一枚12尺齒輪控制轉向齒條，並帶動轉向連桿，實現車輛的轉向。那同樣也是非常簡單直接的驅動方式。完成了整個底盤主體以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主控差不多是佔了整個底盤1/3的空間，可以說整個底盤也是以這枚主控為基礎進行搭建的。比較遺憾的是，設計師在這裡並沒有設計懸架結構。另外，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車頭車尾的兩側斜度，設計師在這裡都是通過帶角度十字軸連接件進行創建。兩側尾燈使用導光管連接主控，測試下來效果還是非常不錯的。來到車頭部分，兩側的前大燈，設計師在這裡同樣是使用了導光管，光線從導光管出來以後，可以把兩側的透明車燈零件整體照亮，實現一個前大燈的效果。再看後蓋角度，設計師仍然也是使用了帶角度十字軸連接件進行創建。前蓋前沿科技面板的固定方式比較特別，設計師在這裡使用了32126，把整個前沿外觀模塊向下移動了半個單位。車門部分的角度創建比較複雜，設計師在這裡首先是通過孔壁類零件對整個車門部分的垂向斜度進行了調整。另外還搭建出了車門上沿的微微向上的傾斜角度，也是全車在角度創建方面最複雜的地方。不過整個車門上沿模塊並沒有被完全固定住，雖然設計師已經做了一個約束結構，但整個車門上沿仍然有一個可活動範圍，或者說角度創建並不穩定，所以呢也會有一點不完美的感覺。輪毂內側有一個比較細節的設計，設計師在輪毂中間這裡插了一根帶截止十字軸，它的作用並不是固定輪毂，而是為了把作為驅動軸的十字軸向內頂住，避免十字軸脫出，從而提高遙控行駛的可靠性。好啦，那麼這款蘭博基尼的拼搭一共用了大概4-5個小時，最終拼好的成品長度大概是41厘米。在外觀方面，作為小比例跑車，整體還原度還是比較抽象的。相對於其他的一些類似比例甚至更小比例的一些靜態版小跑車，這輛蘭博基尼看起來並沒有什麼優勢。包括比如車頭兩側的車燈這片區域，雖然已經使用了新開模的幾乎是屬於獨占的零件了，但內部仍然是留了很大的一片空缺，給人感覺這一片的搭建完成度并不足夠。尤其是這個三角形模塊，甚至還是單點固定。再看車門上沿，雖然設計師做了一個向上傾斜的角度，但就像評測過程中提到的，這裡的角度創建並不穩定。另外在內部，設計師也並沒有做駕駛座以及儀表盤等細節搭建，整個後蓋的傾斜角度同樣略顯粗糙，可以看到這塊科技面板和下面的輪眉之間空了接近有1個樂高單位。車尾排氣管非常簡單粗暴地採用了貼紙進行還原，那底下的擴散器倒是沒有什麼問題，也是這個比例的小跑車比較正常的搭建方式。
在牢固度方面，整個車子沒有發現特別容易脫落的零件或者模塊。除了車頭兩側，我們會擔心在遙控行駛中如果發生碰撞，可能會導致零件損壞。那其他地方應該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那這輛車子最主要的功能也就是遙控行駛，包括懸架、轉向與方向盤聯動、發動機聯動等等這些基礎功能呢都是沒有的。前後蓋以及兩側車門，其中只有後蓋是可以打開的。所以接下來呢，我們就來做一下遙控行駛測試。先看低速檔。在我們2米多的工作台上進行測試，哪怕是低速檔，我們測試下來的感受呢也是非常快的。那如果是高速檔，就會有一種完全施展不開的感覺了。包括車輛的轉向，測試下來呢也是非常的靈活。所以看到這裡，大家應該對這款套裝的定位已經有了一個非常清晰的了解了。如果是追求下地遙控把玩體驗，那麼這會是一款非常出色的套裝。但如果是追求聯動功能以及體驗精彩的外觀角度創建，那就不是很推薦了。好啦，那麼本期評測也就到這裡啦，咱們下期見，拜拜。